明时节的，是算清明吗？是吧？哈，时节对，的清明。那个前一天哈。那我们今天是2025年4月2号。那我们的讲师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了，我们就请智博团长直接来为我们开讲。好，麻烦。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大家晚安。非常感谢各位又上线来聆听我继续所讲述的我的版本的毛克利因为这也要强调一下，这是我的版本。那可能跟其他的团长们大家在演述的可能也都不怎么会相近相同，但是我是以我这样子多年来在幼童军团里面自己跟孩子们的接触，然后跟讲述过几遍之后所留下来的一些心得，然后跟一些我感觉可以让孩子们更加的去了解到丛林奇谭它的要义然后让孩子们更为去融入，然后知道他在幼童军团里面应有的一个身份那为什么我们幼童军一般的操作上都会以丛林奇谭来作为我们的典范就是我们的样本也可以讲说就是一个背景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们了解说他现在所做的应该是些什么就像我们服务员去参加训练的时候可能这些 staff 都没有跟我们的这一些义务服务员们啊讲清楚他们这一次来研习这样整的一个过程，他们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那所以说他们也是在做中学，学中做让他们真正可以去体会说他自己身为团里面的一员小狼我们经由这样的一个自己亲临体验之后那如何回到团里面去带自己的这个小狼那才会有一种贴切感，而且也更加的能够去融入它那我们今天呢开讲的是《丛林奇谭》第214页水边停站延续上面的章节。那我们呢今天要讲的这个应该是这一段落里面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在开讲之前要讲到这个水边停站那跟各位团长们伙伴们可以来引述一下我们生命的三要素，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哪三要素？有吗？阳光、空气、水。是水、光跟空气这是生命所必须的。那缺水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加上我们台湾也曾经经过一些天灾地变尤其是最近的这个缅甸的强震7.7级，相当117颗的原子弹的威力造成的缅甸真的很多老百姓真的非常可怜那我相信国际上有一些很多的救援团体或者是一些慈善团体甚至于机构应该也都会去援助了那我们也祈愿他们都可以平安那你看发生地震之后缺了该缺的都缺了这只有一样不缺空气吧但是水跟阳光所谓的这个光电这样的一个能源可能真的都会面临到非常的贫瘠的一个状况我在这边的话还要再请教各位你看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所谓的天灾，那如果真的又受困于这样的一个难境之中险境恶境之中，我们不吃不喝大概可以维持几天？嗯，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呃资讯？
就是说知道人真的不吃不喝可以维持大概几天。哦，你看哦，地震如果说是在真的，呃，在这样孤注无援的情况下，然后又在这样的一个瓦砾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石器下，然后，哎，真的可以维持到几天？哦，我大概我有查了一下哦，以我们台湾的话来讲的话，好像有发现过哦，大概可以维持到7天以上的，应该也是有了哦，就是不吃不喝。那正确答案应该是没有，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而且当下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哦。那逃难到底要像这样的地震，真的你要逃，你要往哪里逃？哦，那很多专家学者或者是一些救难的人员都有跟我们讲过，那我也不在这边赘述了哦。那希望说在大家真的对于防震防灾的观念应该都要有，而且说实在也要适时的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跟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很贴切的一些问答也好，或者是真的如果可以的话，亲身的去演练也可以哦，包含在家里面也应该啦。我时常跟我孩子们讲说，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如果真的碰到这一些地震，那真的非常严重的时候，那是否我们家可以躲在哪里？我都有跟我孩子们这样探讨过。有人说一定要往厕所里面跑，因为厕所里面有水源。那也有人说这是错的，但是我感觉每一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家庭的环境的状况，并不是一致相同啊。当然一定会有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也相信说是在家里面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所谓的逃生就是通道哦的的录像应该都要在家里面事先的就是去做充分的了解，甚至也可以演练哦。我就觉得我们家的话来讲哦，我感觉我们家的楼梯间是最坚固的，因为它也是在厕所的旁边，而且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哦，厕所的话，一般的话施工的话，都会是在我们整件建筑物里面最坚固的地方，而且它真的也有所谓的水源处啊，所以说我只是在这边讲一个比方啊，也不一定都是啊，只是说，如果真的有的话，因为我们在屋内，你看如果是在半夜里面，那真的你说你能往哪里去？哦，尤其是高楼大厦的，我看这一次缅甸的话来讲话，它的政府的一栋大楼也是瞬间的全部都摊平了。哎，真的也是让我感觉到住这些高楼上面的人也替他们真的是很担忧尤其是地震来的时候，高楼上面真的摇摆，真的比我们平地上的所谓的我们台湾的这些透天处，说实在更摇晃的更为严重哦。但是住的越高，听说房价越贵啦。那也希望说是在我们台湾真的都不是像大陆的建筑工程一样这是豆腐渣工程。因为听说缅甸的这一栋政府大楼，听说也是出自于大陆工程的的的的杰作了好，那我引述到这边的话，是因为最近了那我们就讲回来到毛克利的身上。水边停战呢，事实上我感觉这一篇是蛮和谐的炎热的天气，然后旱灾就已经产生了。那毛克利呢，说实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渴。那当然我们人一脱水一失水的平衡之后的话来讲的话，就一定会嗯受受财如谷受谷如财啦应该是这样讲然后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皮包骨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实在很憔悴的样子事实上缺水的话的状况会有很多
呃，大概有些人说，在一缺水之后的话来讲的话，一定会有晕厥的感觉，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含有的水，然后到我们血液可以到我们的脑部，这个都是需要相当的一个水分来输送哦。如果缺水了，一定会有头晕的现象啊，或者是有幻觉哦，因为晕，然后产生了幻觉，然后甚至会失温，然后甚至会发高烧。然后发高烧的原因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身体的这一些器官呢已经有发炎的状况哦，才会产生到所谓的发烧的现象哦。那更严重的就是引发我们这些多重器官的衰竭哦。这个应该也可以跟孩子们讲清楚。那在我们书本里面讲的毛克利是瘦骨如柴而已哦，那只是比较没有所谓的这么好的一个元气哦。那巴西拉呢，因为也太热了哦，就是卧趴在树荫底下，那吐着黑色的舌头哦，那不断的在喘气。那我们前几次我们就有讲过哦，嗯，我们这些所谓的兽类的话哦，像犬啊、猫啊，包含当然豹啊、老虎啊，这些都是属于犬猫科嘛哦。那所以说来讲，它们的散热方式一定就是吐舌头哦，尤其是天气越热，它们吐的这个舌头呢次数就会更多，而且喘的气息就会越大哦。这是如果大家有养过宠物，尤其是狗的话来讲的话，都可以发现这个现象哦。尤其狗，你看激烈在跑步的时候，甚至说是在它的嘴巴从来都没有合闭过哦，那舌头都掉在嘴巴外面哦，都是一直在所谓的散热哦。那巴西拉呢这是最明显的哦，最明显，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热哦。那我们之前也有谈过哦，他们排汗的方式，他们是不会流汗的哦。你看猫、狗这一些动物都是不会流汗的哦。但是他们是真的不会流汗吗？也不是哦，因为他们会从他们的脚底上脚底这个铺垫上，他们就会去流汗，而且呢你不妨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观察哦。如果你可以带着一只狗出去外面跑，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脚底的范围都会是，如果真的流的很多，你就会觉得它旁边这些毛的话都会流汗流汗湿湿的，甚至说是在它的毛呢都会变成所谓的这些棕褐色红棕灰色。这种颜色，因为流汗嘛，有盐分，然后在它的脚部下或者是在它脚底旁边的这些毛，就会变成了红红的那一些棕色的部分哦。呃如果你有养过宠物的话，大概你也会知道哦。好，那在这些日子里面呢，每天晚上呢，他们事实上他们捕猎的食物比平常多3倍以上。为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也不是只有他们没有水好喝，有些动物事实上它们没有水根本就活不下去，甚至行动各方面都会变成比较衰减。那对他们这些强大的肉食动物化来讲的话，就更好去捕捉它们哦。那所以说，它所吃的这些食物是平常的3倍。那这样的一个现象也会造成了这些食肉性动物这些大型的动物更容易去渴因为我们一般像我们人一样吃饭对不对？一定也要有汤好配就是有汤然后来互相的搅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饮用食用，那才能帮助到消化哦。有些人吃的很快的时候，尤其真的孩子们有时候狼吞虎咽那都会被噎到的那就是需要说是在这个汤呢来做滋润一下让它比较好入口，
然后呢也更容易呢让它比较不会去胀气，然后甚至好消化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但是他们比平常的食物多了3倍了，但是他们一样找不到水旱灾找不到水，然后虽然有得吃，但是没有水的那种痛苦那事实上是更难熬的有得吃，但是没有水喝真的是也是很痛苦有一些比较聪明一点的，甚至他们就已经不会再去吃这些食物了那那也是为了保命嘛因为没有水，你吃的更多反而没有办法去消化它，或者是更不容易去就是去消化它。好，那所以说呢，他们呢每一只动物们每天梦想呢就是去哪里找水连做梦都一样连做梦都一样，都会被突然有水所惊醒你看那个水对他来讲是多么重要。所以说一般的话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毛克利呢这整个一个情况呢真的是很糟糕的因为他已经渴到唇都已经裂开了裂开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我们那种嘴唇的裂开的那种刺痛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尤其是女孩子，我觉得女孩子都很喜欢擦护唇膏嘛那事实上也是一种保水的方式保水的方式那唇都裂开了那种痛我曾经也有过我觉得像前几个礼拜我们台中有团长行政研习，然后去到南投的梅峰那种干燥的程度跟那一种所谓的那种凛冽的冷真的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拍《天空之镜》的那一盘水有铁盘子里面装了那一盆水，过了1夜之后，说实在，结果没有下雪也没有干嘛，它就能结成冰早上就发现那一盆水怎么变成是冰真的是非常的干燥那时候也会觉得说是在嘴唇真的是蛮干的蛮干的这是因为空气的相对应的湿度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个话来讲话叫做湿干那如果的话是干旱的话，那一种的话那种干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热气那种地面上都会有那种蒙蒙的那种烟的那种感觉那一种热真的是非常难受的再来呢就是真的水位呢魏阴河呢的水位呢也不停的在降低此时呢森林上这一个河流呢水位都不断的在降低，而且低的也很快连河底的石头呢都冒出来了那这个河流呢溪流呢对于森林的野兽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讲说这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一条魏阴郡嘉河呢真的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生命所以说连这样的一个河流呢就每天呢干枯都非常快那当然像我们台湾的日月潭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台湾去遇到一些旱灾来的时候尤其是最有指标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透过于新闻报道大大小小的孩子呢大概都知道原来日月潭有所谓的九蛙死那就看你可以看到几次就知道大概的水位是多高那缺不缺水那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
真的就会引起到就都已经干枯见底，看到河床上就是深蕴的这个底层的石头都已经跑出来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森林呢有一只最大的动物就是我们的森林之神呃，我们的大耳朵就开始呢也狂躁了起来就吹出了一阵阵的破喇叭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大象的叫声但是我们书本上里面把它形容的是破喇叭声的一个吼声那象群的话，如果在狂奔的话来讲的话，他们的那种叫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阔的因为那一种声音我也不会学了但是说实在，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找动物频道去听听看大象的叫声听听看。那大象呢，哈蒂呢的声音呢，就是用这样的声音然后来召集大家赶快大家来集合吧森林里面全部所有的动物们大家都来这个河岸边来集合那大家都听到了，那巴西拉呢，首先呢就是跳了起来然后就起步呢快快快跑然后呢，尽管呢他口干舌燥但是也是一样的拼命快跑，不甘示弱了然后呢，在全部所有听到哈蒂呢的大象的叫声之后呢，大家也都奋起身来然后大家就前往哈蒂的方向，然后过去集合哈蒂呢，他呢就站在这个河的中央的石阶就是露出来这个石头的旁边然后呢继续的吹响了集合号告诉大家赶快来吧然后因为呢哈蒂呢他的年龄呢事实上也是我们森林里面最长寿的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一只大象它最高的年龄可以活到多少我们书本里面现在所在讲的大概就是可以活得到200岁，但是以我所知道的越大的动物的话来讲，它的生命事实上的时间越长，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说一只大象应该超过100岁以上是绝对有可能的包含鲸鱼也一样，以我自己本身对于动物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认知应该像蛇也一样他们大概如果也 OK 的话环境无虞的话，应该100年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好，那这时候呢，卡阿呢也听到了这个哈蒂呢的传教因为呢连卡阿都很敬畏哈蒂因为卡阿呢事实上我有说了他也是非常长寿的，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召集哈蒂的召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大家呢就是开始在齐聚了那哈蒂呢他就把他的鼻子呢举得高高的，然后指向呢河的中间有一块长的长长的长形的的蓝壁的一个大暗石，说道，向大家宣布很严肃的说道这块石头呢是深渊里面的东西它竟然露出了水面而且呢也经过于太阳的高照发热发烫
那所以说呢，这一颗石头呢，在于他们的称之哦，就叫它是一块和平的岩石哦，岩石。然后呢，这个石头呢是在古时候很多代以前就已经跟它取了这个样的一个名字哦。或许呢，这一些小动物们哦，或者是一些没有这么年长的哦，他们都没有听过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且对这块石头也非常的陌生哦，因为森林的旱灾呢，也是很久很久哦才会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所以说，有些根本真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哦。那所以说呢，在这边宣布哈蒂就要讲，森林里面有一个规定哦，只要到旱季或者是出了大旱灾哦，露出了这块石头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实践一条规律，那就是水边停战。哦，告诉大家，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要能知道哦。那博鲁呢，对于这个规律呢，也有一定的熟悉哦，但是呢，嗯，博鲁呢，他说，哎，只是听过而已哦，并没有实际的看过哦。你看博鲁，他只有大约听说过而已哦，但是他却没有看过哦。那博鲁呢，因为天气真的也很炎热啦，哦，也懒得动嘴巴哦，那也只有点点头哦，大概就是默许，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哦。那水边停战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条规律哦，所以说所有的年轻的狼群们哦，大家都议论纷纷哦。那哈蒂就对他们说啦，你们当然不懂啊，因为在我的父亲的前几代就开始宣布了哦，就开始宣布了所谓的水边停战呢，就是凡是来到这边喝水的动物们。绝对都不能互相的残杀哦。无论呢是老虎或者是豹，或者是任何的食肉动物们哦，都不可以呢咬杀来此喝水的任何的走兽哦。如果违背了呢，我们就得按照森林规律被处以极刑哦。换句话说，哈蒂呢，他也是我们森林里面的仲裁者。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向全部所有的动物们宣布所谓的这个丛林规律水边停战它是这样子严格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遵守它。那为什么要制定就是年轻的这一些动物们尤其是年轻的狼们他们也抗议的说，水比食物重要，我们不吃东西，短时间还可以苟延残喘要是没有水喝就连一天也都活不了。所以呢，喝水可以说是天上赋予给我们的权利这个权利呢，任何的外来的力量都不可以侵犯尤其是只剩下一个水源的时候丛林里面所有的动物们呢都会汇集到这边来喝水更不能互相残杀这个讲的真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了因为大家都要尊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存权生存权那所以说才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生活环境不会遭受到灭绝那么别的地方呢，当然当然可以让你们食肉的动物呢岂不是饿扁了那事实上所讲的就是说，食物
并不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在开讲之前我们就讲过，事实上真的水很重要哦，水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一天不喝水也不会怎么样啊，老实讲。但是真的如果缺水了哦，对我们身体各项的机能哦，一定都会有相当的影响哦。好，那年轻的狼群们哦，事实上啊，真的是不懂事哦，不懂事，那也逐渐的安静了下来。那草食性的动物们呢，他们大家都会非常的快乐哦，非常的高兴，因为有这样的一条森林规律哦，事实上真的是可以保障住他们的生命哦，生命权。好，那讲到这边呢，我来讲个题外话哈。我不晓得各位团长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童军有童军水？什么叫做童军水呢？有没有人知道？Scout Water 对我们童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好，那小德团长知道吗？我来点名一下，你有听说过这个童军水吗？没听过。没听过。好，那林小德团长呢？你有听过吗？好，好，没有回复了哦。事实上，我们童军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很需求量，早年需求量非常大的哦，就是每一次都露营活动大概也都需要这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了，但是我曾经就用过，因为我们早年就用过哦。这个就是没有哦，没有哦。我们以前的话来讲话的蓝莓灯哦，这个灯啊，我们是需要用煤罐煤油罐哦去补充，然后去产生这个所谓的银灯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是都要引火的是不是都要搭引火柴吗？在我们早年的时候，说实在，如果真的都很怕自己的技术不是很好哦，都会在柴火堆哦，引火柴堆上面说再倒一点倒一点煤油哦。然后还有呢，火把哦，现在可能都已经不流行说让童军去拿火把。那我们早年的年代的话来讲哦，火把事实上是必须的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夜游哦，甚至呃大一点的罗浮，他们需要手信的时候哦，也都会啊点一把火哦。那事实上也都会利用这个煤油哦煤油，然后加上野炊啊。如果说在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碰到下雨天哦，下雨天那柴火哦真的都湿了哦，然后我们也会倒一点煤油，然后去帮它助燃哦。那所以说早年的时候哦，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都会尽量去利用这个煤油哦。那这个煤油的话，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称为它就叫 Scud Water 童军水哦。那事实上我所指的是煤油哦，这是题外话。那哈蒂呢，从他宣布了停水水边停战之后的话的规律之后呢，鹿跟野猪呢，跟其他所有的动物呢，都非常的快乐，然后呢，也都会互相的去转告对方哦，让没有听到这样消息的所有的动物们哦，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指令哦下达哦，就是命令下达哦，也可以讲说尽量的让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水边停战哦。然后呢，我们的志愿呢，这一支应该是秃鹰吧哦，然后呢就在高空上啊飞着，然后呢用类似像传单的方式呢
到处的散布、散发这样的一则新闻哦，也让全部所有的动物们都可以尽量的都可以去了解到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哦。那你看，我感觉我们书本里面讲的都非常好陆海就是陆空都有这样的热心的动物伙伴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去告诉大家。我相信像我们童军也一样如果也知道了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讯息，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透过一次集然后去影响很多很多的伙伴大家可以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好，那从这天开始呢弱小的走兽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就不用彷徨忧郁彷徨的呢然后鬼鬼祟祟的到河边呢来这边饮用水源那尤其是肉食性动物这一些他们也都知道只要这一些草食性的动物们他们来他们绝对就不能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扑杀的行为出来然后呢，卡阿呢，他就坐镇在这个石头这个和平石上面然后把它缠绕起来然后浮在上面然后再打瞌睡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想去维持整个一个森林的秩序的一个我们也可以讲说他也是一个守护神吧他也在尽他自己可以为大家来服务的一个工作感觉到快乐吧所以说他就在这样子石头和平石的旁边呢打起瞌睡来好，那一到晚上呢，毛克利呢也会跑到呢水边呢，跟卡阿伯鲁呢、巴西呢一起聊天尤其是瘸老虎瘸老虎呢，事实上他也经常来这边喝水，但是呢，已经打消了对毛克利这一个人类的小孩呢的猎杀的一个念头当然这一方面呢也是遵守了我们现在的水边停站的规律但是呢最主要是毛克利呢真的已经瘦骨如柴了瘦巴巴的然后呢已经感觉到没有那么好吃了啦瘸老虎对他就是要把它吃掉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呢都已经打消了就对他真的不感兴趣了不感兴趣了因为没肉了嘛然后只剩下骨头而已好，那毛克利呢这时候呢水分也不多了当然说在这会消瘦嘛但是呢它就会变成了产生了一些所谓的皮肤上没有的光泽，然后也会开始皱巴巴的因为肌肉也会消失然后呢感觉出来整个排骨都显现出来，整个肋骨都就已经呈现出来。我们现在在我们台湾环境里面，好像很难去看到白牙骨3比8我感觉真的是很少见呢几乎也都没有看到过可见我们台湾真的说实在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优渥我们小孩子小狼们有些人他们自己都会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扒开说我这一些都是排骨。我说你那个还好，如果你真的要看到真的那种排骨可以看得出来的话，我说我最快的话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有带你们去庙里面拜拜的话，那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运气的话，你可以去或者是去城隍庙去看看那个
七爷哦，七爷八爷都知道哦，七爷叫做谢必安哦，你去看看他就知道说出来什么叫做白牙滚哦，一排一排的哦，所以说给孩子们有一个指标哦，那孩子们说在如果有这样的印象的话，哦，哪一次有机会的话，他去庙宇的话来讲的话，他就会想去看看什么叫做白牙滚哦，我也大概会这样跟他们形容一下哦，让小孩子提高他们的兴趣哦，大概是瘦骨如柴哦，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哦。好，然后呢，最主要的话来讲的话，它一方面是瘦，然后呢，整个膝轴啊、关节啊的骨头啊都突出，高高低低的哦，真的实在是惨不忍睹啦，真的哦。我在想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啊、事实上，像非洲的这一些几个国家哦，像伊索比亚哦那一种难民哦，黑人哦那一些，我有时候之前我有看过一些影片，我就感觉到，真的这样还有办法活得下去，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那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如果可以的话，哦，真的发挥哦自己的爱心哦，然后真的也要爱惜自己的食物哦，不要浪费哦，吃多少填多少哦，然后如果那个添了，那我们就尽量一定要把它吃完哦，不要浪费了哦。然后说农夫哦，真的辛劳，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真的要爱惜的啊。好，那除了这样以外呢，事实上因为缺水了嘛，哦，缺水也会发生到就不洗澡，对不对？就全身都很脏嘛，尤其是大热天哦，然后你看又发生了干旱流汗，然后说在又没有水可以洗澡哦，你给他想说那种惨状哦，然后呢，整个身体看起来呢，我们书本里面形容就是好像进去老鼠洞翻了一圈，然后又爬了出来，哦，那种样子哦，你给他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哦？可能孩子们也没有看过老鼠洞啊，如果他没有去过乡下，哦，那也没有去到那个田野上去，哦，或者是说他也没有说去爬过山还是怎么样，他哪知道老鼠洞是怎么一回事？哦，你像我们就很清楚啊，哦，尤其是现在扫墓道了，哦，呃，大家可能都有去扫墓哦。你像我们祖先的那个坟墓上的话来讲的话，都会被老鼠打洞，哦，都会被老鼠打洞。所以说我们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割草以外，我们还要去把那个鼠洞呢，哦，填平。哦，首先的话，一定要拿锄头去戳那个洞，看看老鼠有没有在里面嘛，哦，然后看有多深，然后再顺便左右的翻转一圈，然后让它旁边的那一些松软的石头呢，先去做一个散落，然后去一种填补，然后再来的话，再去旁边找土，然后往我们的祖先的那个坟墓上面的土呢去把它铺平，哦，填满，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哦。那老鼠洞毛克利哪有可能钻得进去？哦，那但是说在形容啊，毛克利真的是整身是非常非常的糟了哈，非常的糟糕，而且非常的脏，而且非常非常的很难去做一种形容然后，那但是呢，全身脏兮兮的，就只有2个眼睛是非常明亮哦，炯炯有神的哦。这也难怪啊！哦，你看大热天，我们人一晒，人变黑了。事实上，一看到最白的地方，不是眼睛，当然就是牙齿了。哦，好，他形容非常好哦。但是毛克利呢，一样展现出来一种非常让人家敬畏而且崇高的一种气魄的一种威严感。哦，这也告诉了说，孩子们事实上有时候坚韧不拔就会产生了一种气息出来，让人家去做一种感受从而让人家
禁之哦。好，自从呢森林附近呢开始闹旱灾之后，每次呢巴西拉碰到毛克利的时候都会郑重的跟毛克利说，毛克利啊，你千万不要急，一定要忍耐下去哦，不要因为肚子饿或者是口渴就坐立不安哦。过分的焦虑呢，会使你呢倒下去哦，一定要镇静哦，也不要呢害小孩子气哦，发火哦，这样子的鬼吼鬼叫哦，那这是天意啦哦，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总有一天是会下雨，会会会下雨，我们一定再忍忍，一定就会过去的。所以说呢，毛克利呢，在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旱灾里面，精神还是非常非常的镇定，而且非常非常好哦。这是我认为我们的小孩子如果可以学习到毛克利这样的一个状态，相信每一次去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坚韧不拔的哦。好，那如果各位伙伴们如果在这一篇里面可以玩的游戏，我觉得就已经很多了哦。我不晓得大家如果在我们幼童军团集会的时候动静穿插、唱跳这一些我希望大家都要有一点搭配哦，那一定要去好好去设计这样一个整个一个团集会里面所有的安排尤其是我们服务员的接替有人可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也可以分做几段来讲，那从这几段里面来引申我们要对孩子们的教育甚至说把游戏或者是歌唱或者是唱跳或者是各方面把它融入进来在这里面可以去做一些穿插甚至于生活常识常规方面也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去穿插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水边停站这一篇的一个讲述也希望说在大家呢可以给我更多的反馈那希望呢大家呢听完之后对你也有所帮助尤其是在我们在团集会的时候还是运作的时候，谢谢大家今天多谢大家的聆听，感恩，谢谢。好，谢谢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又再度的给我们精彩的内容，好多好多，就是课外，就是我们故事以外的一些衍生的相关的，跟生活很有就是连结的部分那也是我们就是平常我们比较少会去思考到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挺好的。那我们谢谢智博团长，那我们现在怎么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来先跟智博团长先合影嘛，合影完了之后呢，就是想要跟团长这边就交流的部分的话，可以就是留下来自由的交流，这样好不好？好，各位，有方便开镜头的，现在可以开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